立陶宛又被中国追加了一轮制裁吗？为什么要跟中国把关系搞僵？他们还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十年，有些国家为了挣钱，把跟中国的关系搞僵了。而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以后，基本上这些国家还是能够认错、纠正错误、挽回关系。比如荷兰，当年卖潜艇给台湾，卖了6艘，导致中国和荷兰的外交关系也降级到了代办级。最后荷兰是卖完2艘艇之后，采取了认错态度，后面4艘呢就不敢卖了，然后中国荷兰才恢复了原来的大使级外交关系。法国呢曾经卖幻影战斗机给台湾，然后空客就为此吃了很大的亏，所以法国有段时间态度很端正，反对台湾参加世卫组织，态度还特别坚决。现在呢，立陶宛面对了外交降级，然后出口中国的商品遇到了海关清关的问题，都没有一个认错态度，反而是找欧盟帮他出头。紧跟着，根据路透社9号报道，立陶宛副外长阿多梅纳斯告诉该通讯社说，中国向跨国公司发出信息，如果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用品，那么跨国公司将没法在中国市场继续销售产品，也没法在中国获取用品。必须要注意的是，立陶宛的这个说法没有获得中国方面的任何证实，到底是中国真的采取了这种行动，还是有人以讹传讹，要过段时间才知道。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那就不仅仅是和中国的贸易受到影响，而是立陶宛的整个进出口行业都要大范围遇到困难。但是立陶宛的态度仍然是又一次向欧盟求助，要求欧盟跟中国对抗。看上去很刚吧？但是我们看一看立陶宛的另一面。12月8日，美国对白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，就是白俄罗斯钾肥进行了制裁，这个制裁正式生效。然而，立陶宛有些企业呢，却拒绝立刻中断与白俄罗斯钾肥的合同，因为白俄罗斯钾肥这家企业在11月就交了很多预付款，不仅能把12月的钱交够了，甚至还能够1月用几天。他们交的是铁路服务费，所以呢，立陶宛的铁路继续要为白俄罗斯企业运送化肥，否则他们的铁路和港口贸易能减少30%。立陶宛企业如此让美国失望，导致立陶宛外交部长、交通部长9号只好双双决定辞职。你瞧人家面对美国认错多么的主动积极啊！这还不算，立陶宛总统最近又说了，希望美国能够在立陶宛永久驻军，因为担心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会给立陶宛太大的军事压力。其实说到这里边呢，大家应该明白了，最后这个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才是立陶宛最终需要的。因为历史上立陶宛跟俄罗斯之间有100年的恩怨，而且是血仇，血仇轻易解不开啊！这种情绪和俄罗斯强大军事力量造成的不安全感，让立陶宛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跟乌克兰一样。但是立陶宛可是更没有能力与俄罗斯进行对峙，所以呢，就要把美国请过来。但是要把美国军队请过来长期驻扎，不付出代价怎么行？那是必须要交投名状的。美国人正好需要有人在人权问题上、台湾问题上给中国捣乱，需要有人帮个忙。那么打一次外交领域的代理人战争，这样一个要招工，一个求收留，这不就一拍即合了吗？只不过立陶宛也没有想到，台湾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，改了一个名字，就把事儿玩得这么大。其实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恩怨跟中国无关，如果仅仅因为中俄关系接近，那么立陶宛就带有反华态度，那只能说明立陶宛政治上过于幼稚。如果为了对抗俄罗斯就把和中国的关系当成投名状，那就是不懂得计算得失的愚蠢。作为北约成员国，有美国驻军倒不奇怪，但是就为了换美国长久驻军当保镖，把自己2个部长和自己的生意全部当祭品牺牲掉，这种生存又能有什么样的尊严？好，关于立陶宛为什么死心塌地要跟中国找麻烦，立陶宛跟俄罗斯又是什么样的恩怨？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